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Jessie 的小宇宙，我是 Jessie，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美国公立学校2年级第26、27、28周学习的内容。由于今天我戴了牙套，会影响大家的观感，请您见谅。侧重点1，孩子们学习了影响美国的10个名人。第一位名人大家都很熟悉，就是 Christopher Columbus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他带领着欧洲探险者第一次发现了美洲大陆。第二位名人就是美国开国先贤 Benjamin Franklin 本杰明·富兰克林。他也是唯一一位没有担任过美国总统却被印在美国纸币上的人物。本杰明·富兰克林可谓是神一般的存在。他通过风筝实验成功地发现了闪电中的电，并且发明了避雷针。他建立了美国的图书馆系统，以及创建了美国的邮政系统。他还成为第一个消防队里面的志愿者。第三位名人亚伯拉罕·林肯 （Abraham Lincoln）， 他在任期间主导废除了美国黑人奴隶制。Facts about Abraham Lincoln. Abraham Lincoln was born in Kentucky in a small log cabin. Lincoln was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Lincoln loved his opera, The Magic Flute. 他喜欢还是说他会吹笛子？我也不知道。对，让我们做个 research 看看。好。He issued the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 这个有什么意义呢？Well, it helps slaves be free. 太棒了。One of his greatest speeches was the Gettysburg Address. Now you can visit the Lincoln Memorial. 后面就是 Mr. Lincoln himself. 就是因为第四位名人海伦·凯勒 Helen Keller。1880年，海伦·凯勒生于亚拉巴马州。1882年，由于突发疾病猩红热，丧失了听觉和视觉。1887年，他自学美式手语。长大后的海伦·凯勒用自创的手语和家庭成员沟通。他不仅克服了自身的残疾，并且帮助了许多聋哑人。老师让你写了3 facts about Helen Keller， 但是我全部的那个纸都 fill out 了，所以我给你读一下。Helen Keller was fine until she had a sickness and almost died. When she got better, she could not see or hear anymore. Helen had many tantrums, and her parents thought of sending her away. Then her mother read a book about a girl who was deaf and blind. Her parents sent her to Alexander Graham Bell, who invented the telephone. She died in June 1st, 1968. 第五位名人 Cesar Chavez凯撒·查韦斯。凯撒·查韦斯是墨西哥裔美国劳工运动者，也是联合农场工人联盟的领袖。通过他的不懈努力，改善了美国农场工人的生活条件。第六位名人 Rosa Parks 罗莎·帕克斯。她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者，被称为民权运动之母。第七位名人 Jackie Robinson 杰基·罗宾森。他是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史上第一位非洲裔美国球员，他帮助非洲裔美国球员争取到很多公平的机会。第八位名人马丁·路德·金，他是一位人权主义者，他主张以非暴力的方式争取非洲裔美国人的基本权利，并且成为美国进步主义的象征。第九位名人 Thurgood Marshall瑟古德·马歇尔。马歇尔是第一位担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非洲裔美国人。他致力于增进包括少数族裔、妇女以及移民在内的全体美国人的权利。经过他的不懈努力，最终导致了美国废除了种族隔离法。最后一位名人 George Washington Carver 乔治·华盛顿·卡福。乔治·华盛顿·卡福是美国著名的黑人教育家、农学家以及植物学家。他从大豆、花生之中提炼出多种副产品。他还对土壤以及植物病虫害研究出众，提出了改善土壤轮作方式，直接促进了美国南方经济的革新。老师给每个小朋友都发了一张纸，上面写着：当你22岁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呢？画出你心目当中的样子，并且写下你的想法。孩子们还要求写下：如果你当一天的总统，你会做什么呢？写完你的想法之后，你要站在前面去讲给大家听。如果可能的话，请在空白纸上画出你心目当中的名人，比如说 George Washington， 还有 Abraham Lincoln。我们来看一下 Lily 画的。
这个是 George Washington， 猜出来了吗？这个是 Abraham Lincoln。在第28周的时候，孩子们进行了考试，考察他们对这10个名人的掌握情况，一共有20个题。学习重点2 ，Read Across America Day。今天是 Pajama Day， 我们读好的书。今天是 Read Across America Day， 所以我们就穿 Pajama。我们读了很多书。It's also Dr. Seuss's birthday. Dr. Seuss 就是 the one who made Cat in the Hat。然后呢，我们读的很多书就是像一个 combination。我们读的书是 Cat in the Hat 的书。这一天也是 Dr. Seuss 的 birthday。为了纪念 Dr. Seuss， 老师给每个小朋友都发了一张纸。上面都是 Dr. Seuss 曾经说过的话，也就是名人名言。你可以选择任意你喜欢他说过的话背下来。妈妈，这是我考试内容，这是3月4号考试的内容，我要背一个，我可以挑。Don't give up. I believe in you all. A person's a person, no matter how small. 学习重点3，自己动手制作3D 游乐场。那这写的这是 legend， and 这有个 compass 在这里。这写的 legend， 这个是个 fountain， stands for fountain，是这个。喷泉是吗？对。这是个 vending machine， 这个就是小 vending machine。售货点啊。但是这个 vending machine 是 magical， 因为 it can give you whatever you want。OK， 还有吗 ？Even a 5-course feast。nice。这是一个 swimming pool right here。这是游泳池。Yarn for the water。好。这是 ice rink。Here it is， a silver ice rink。溜冰的地方，对，滑冰的地方。这是个 river。我没有时间，因为我没有备 time，20 minutes。Oh, I spent all my time working on this。那是什么？哦，这是个 fountain， 忘记了。对，是个喷泉。OK， 做得很好。还有什么呀？这个是我的 river。河流。还有。然后这是 American flag。这是我。这是你在玩对吗？对，因为我本来做了一个很大的，然后但是倒了，然后我的人就 smash 了。然后你就画在上面了。对。好。学习重点4，图形。在第25周、26周的时候，孩子们进行了许多对称图形的练习，比如说他们要自己用一些小积木拼出这样子的形状，或者画出这样子的形状，告诉老师这些是对称的吗？老师给孩子们做了很多练习，来锻炼他们对于对称图形的掌握。比如说，在上课的时候，老师还要学生们画出你自己觉得很漂亮的对称图形，画什么都可以，只要它是对称图形就可以。掌握了对称图形之后，在27周，孩子们第一次接触到了立体图形。This is all the 3D shapes: cone, sphere, cylinder, cube, rectangular prism.Pyramid， 这个老师还没教我呢。And a triangular prism， 并且他们做了很多巩固练习，比如说找一下实物当中哪些是立方体，哪些是圆锥体等等。在这个练习当中，他们学习了哪些物体是有曲面的，而哪些物体是没有曲面的。在第28周，孩子们进行了对称图形以及立体图形的考试，一共有20个题。学习重点5，读故事学英文。孩子们学习的第一篇文章叫做 Look at Lincoln， 并且做了阅读理解，以及学了6个非常重要的词汇。第二篇文章叫做 Library Line， 同样的做了阅读理解，以及学了6个非常重要的词汇。孩子们学习的第3篇文章是 Henry's Freedom Box， 同样的做了阅读理解，以及学习了6个非常重要的词汇。我会将这3周学习的18个重要词汇写在描述栏里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描述栏里面进行查看。按照惯例，孩子们还会读2篇文章，一篇文章是 non-fiction passage， 另一篇文章是 fiction passage。学习重点6 cursive 连笔。自从孩子们上了2年级以后，老师会教孩子们如何写 cursive， 也就是连笔，或者我们叫做行书。每一个星期，老师都会给孩子几个词，要求孩子们自己写下他的连笔方式 cursive 的方式。如果孩子们写的不对，老师会进行更正。这个是莉莉写错的词 strike， 莉莉就写错了，老师要求她重新再写5遍。我觉得我也有必要重新学习一下 cursive， 因为我在收到很多老外的卡片的时候，我其实不认识他们的字，他们写的就是 cursive 的方式，我还要叫莉莉帮我翻译一下。学习重点8，人称代词。
孩子们主要学习的是 he, she, they, you， 并进行了造句。老师对于学生词汇的掌握要求是非常严格的，进行了很多词汇的练习，主要是让学生能够掌握这个单词的定义是什么，并且能够讲出来，能够用出来，能够写出来。OK， 这个单词是 from Library Line 里面的生词，那我们考一下啊。Stern. Stern is to be very serious or an unfriendly way. Stride. To walk very fast with very fast steps. With very long steps. 最后一个学习重点，孩子们学习了一些简单的连词，比如说 and、but、yet、so。以上就是美国公立学校2年级第26周、27周、28周的学习内容。既然你已经看到结尾了，请帮我点赞哦，感谢了。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请帮我点赞、订阅并分享，也欢迎您提出宝贵意见，帮助我成长。这里是 Jessie 和 Lily 的小宇宙，我们下次见，拜。